现在在俄乌，甚至引爆在台海的战场。我们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心。普丁这时候出动了大批的无人机压境在乌克兰哦，那么也进逼在北约的防线。川普甚至开了他的绿灯哦，要给乌克兰战斧飞弹吗？另外一方面，习近平这一回也拿了台湾当筹码吗？台海现在暗潮汹涌，等一下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今天我请来宾帮我们回答的3个火线话题是：第一个，普丁现在放话，我们有多架的无人机狂袭乌克兰，连北约的领空现在都被这个无人机开进去，是在做一个试探吗？还是为未来俄罗斯针对这些国家的战争来做预做彩排呢？第二个问题是，川普现在考虑要开绿灯了，战斧可能会进入到乌克兰的战场吗？川普是否比当初的拜登接下来会更为激进呢？第3个问题是，《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揭秘，习近平现在拿台湾当作筹码来换经济的协议吗？那么另外一方面，俄罗斯还按住来备战，台海危机正在逼近吗？今天一起来做回答。我们先来看到，在9月28号这一天晚上，普丁是发号了司令，出动了595架的无人机、48枚的飞弹来攻击乌克兰。这个是被视为3年半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空袭行动。地点涵盖多个地方，包括了基辅到扎波罗热，甚至是敖德萨等等，持续轰炸时间高达了12个小时哦。而且现在无人机也说挑衅的是北约的领空，2个国家现在也被攻击了吗？第一个看到是9月28号，丹麦的武装部队说在多个军事设施附近侦测到疑似是俄军的无人机。第二个国家是挪威，他们说呢，在他们的空军基地这边放有 F-35的这个基地是奥兰空军基地附近，也同样发现了无人机在上空盘旋了2个半小时的时间。节目一开始，我们要请教谢文哥怎么看现在这个普丁似乎已经把无人机当作是他的主力，对乌克兰发动这个攻击高达12小时，怎么一回事？而且俄罗斯的无人机现在等于是往北约这边来迈进吗？先前的波兰爱沙尼亚，现在又持续的试探到挪威、丹麦军事基地，预告接下来俄罗斯会把火烧到北约家门口的意思吗？继文哥怎么解读？当然，这则新闻我们这个综合研判，我们就可以看到，现代战争里面这个无人机对于战争整个进程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影响哦。那其实这个影响是非常深入。我们看俄乌战争打到现在，包括欧洲、美国，甚至我们周边的各个军事的科技的展览或武器展览，这个无人机都变成显学。像近期刚结束这个台北这个航空和国防相关的展览，我们去看国内一堆厂商要竞相竞标国军的无人机还有反无人机相关的设备哦，可见得这个已经变成军事科技一个重要的指标。在俄乌战场，其实近期更是如此。之前我们知道乌军用无人机用的顺风顺水，还曾经攻击俄罗斯深入腹地几千公的一些战略轰炸机基地，甚至这个莫斯科、圣彼得堡，这远在几百公里以外，也不时遭到攻击。它改变了战争进行这个模式。那近期其实俄军也把这个无人机作战普及整个乌克兰，那说明了无人机它巨大的战争潜力和这种低成本换取大战果。这个战果不只是实际上对你的军事造成影响，对你的人心造成影响，在国际宣传上，它有很大的一个放大效果。像这几个礼拜，我们发现美这些新闻的媒体报道说，哇，这个俄军举行历来最大的这个无人机的空袭，这样的一个注解，其实已经多次翻新了，一下从几百架，可能300-400，现在是500，将近600，以后一天发动1000架攻击，我认为也是一个这个不远的指标哦。显见这个无人机对于俄乌战争，我认为随着战争僵持而且持续，双方这种无人机的互攻只会越来越剧烈，规模越来越大，对你的目标会从军事目标涉及能源、民生设施，甚至妥妥的民用目标也可能被攻击哦。因此，我们看到近期其实北约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继之前波兰说，哇，这个俄军几十架无人机，现在连北欧几个小国发现空军基地附近有无人机的出没。但我觉得很好奇哦，
这个其实有很多阴谋论，也有很多说法，有的是俄罗斯似乎要借此试探这个北约的一些反应，这个是一个灰色地带行动。但是不是也有可能特工人员假扮俄罗斯，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些这样的一个操作？这个已经变成罗生门，无可考究。毕竟这些案例目前都没有抓到，你证明是到底是谁做这些事，只是说有疑似俄军的无人机出动。但整体来讲，我把它解释为这种灰色地带的行动。不管是俄军或者乌军或者有阴谋论者，事实上已经把整个北约带入一个战争已经即将逼近这样的一个寒蝉的一个效应，也因此会不会把北约更快的拖入，或者不同程度的拖入俄乌战争里面？我认为这样一个前瞻发展确实值得大家忧虑。如果未来真的变成这样，那我认为这就是欧洲的一个浩劫，这场浩劫将不止俄乌双方消耗，北约陆续很多国家也被卷入，那所带来的一个欧洲未来对于它经济、政治乃至地缘政治的影响，我认为这是一个本世纪一个大变局。好，所以我们看到普丁现在在这场战争上面，第一个已经把这个整体的规模、武器的规模都拉大了。第二个事情是最重要的是，北约国家现在也感受到非常大的威胁，直接就在自己的家门口，战争要逼近了吗？另外就是，那现在美国呢，他们也在这个时候提出来决定，是否就是干脆把过去进的这个战斧巡弋飞弹，干脆就给乌克兰做使用吧。现在还没有做一个最终的拍板定案，但是有出现了这样子的提议。等一下请教委员说，到底会不会给乌克兰呢？就是川普会不会比之前的拜登更为激进？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到在战场的第一线哦，现在俄乌双方可以说是各说各话。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乌军说的，他呛说：“俄罗斯啊，你今年呢这个春夏的攻势是彻底的被瓦解了，几个地方你都没有拿下，不管是苏梅、哈尔科夫，或者是顿内茨克、红军城等等。但是俄方马上的反击，他说我们俄军在顿内茨克、第聂伯罗地区都夺下了3个村庄。到底接下来俄军能不能达到原本所设定的目标？委员又怎么看？2个问题。就要看俄军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如果俄军的战略目标只是要乌东这几个州，他到目前跨进去第聂伯罗州就已经超出这个范围了。那如果俄军只是乌东几个州，他不需要去攻击敖德萨，也不需要去攻击基辅，所以俄军的战略目标可能会各说各话，到底他的战略目标是什么？那美国要不要把巡弋飞弹或者其他的更高档的导弹交付给乌克兰来升级俄乌战争？这是美国的选择，也是美国的判断。就是有了战斧飞弹能不能削弱俄罗斯的战争能力？因为从一开始这俄乌战争这场战争的设定，就是欧洲国家、美国认为很快可以削弱俄罗斯的战争能力，但是没想到不但没有削弱俄罗斯的战力还一天一天在成长，这一点是出乎所有人。欧美国家这些什么了不起的伟大的军事规划家们的一个意料之外。乌克兰基本上已经灭亡了哈，我同意他已经灭亡，他已经没有任何扳回的机会跟空间。你即使提供巡弋飞弹也没有用，提供核子导弹也没有用，这时代已经过去了哈。那尽管说这个乌克兰总司令谢尔斯基说：“哎呀，俄乌战争春夏攻势已经被挡住了。”可是你要看看乌军死了多少人？对，因为就俄罗斯来讲，很明显的。他占领土地未必是他的最高选择，而是消灭乌克兰军队的有生力量才是他真正的选择。就是说，最极端的状况底下，把乌克兰的男人全部杀光，这是俄罗斯真正要达成的战略目标。而土地反而不是，所以你可以看到好几次，他每次围而不攻，然后等你救援部都来，那城中被围了不打，就是打外面的这个救援部队。因为来救援的部队通常都是比较有战力的，年龄比较轻。也比较有训练的老兵的部队比较多，所以俄罗斯的战略意图根本就不仅仅要乌东各州，他认为就是说我把你乌克兰的男人都杀光，你乌克兰军队有没有去军事化都达成了，去纳粹化都达成了。其实这个战略不是俄罗斯发明的，美国南北战争，林肯的战略就是这样子。林肯的战略就是说，只要全部看到男人全部杀光，不准投降，所以他叫
这个 Earth Scorch 火烧大地的一个战略。后来果然南北战争打到最后，为什么南方投降？南方不管成年男人3个死1个，这是一个很高。而现在乌克兰到了这个3-1被杀光的位置还没有，所以俄罗斯的认为就是说，反正我把乌克兰男人杀光，你再多的武器也没有用，而且你来武器升级，我也升级。刚才我们的这个郑总编讲得很对了哈，就是说这是欧洲的灾难，可是欧洲的灾难谁找的？欧洲自己找的啊，对啊。因为你没有算准俄罗斯的战争能力，你贸然去鼓动这样战争。如果这个欧洲要参加的话，那是欧洲的灾难。但是欧洲灾难越多的话，中国的崛起会越强大。好，讲到中国，那我们就要持续来看，那现在是不是台海战争同样的也是一触即发呢？因为这个是来自于这个《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个独家爆料的内幕。他说，习近平拿台湾当筹码来换取接下来跟川普的一个经济协议，而且习近平已经要求华府公开表态了。你要来反对台独，一步步来孤立台湾。那我们也看到，确实在美方的动作，近期针对台湾军售，现在已经累积了6100多亿新台币，但是到现在都没有把这些武器交给台湾。专家警告，要台湾做好准备，要小心了，因为解放军恐怕接下来会趁着军演转成一个真正的战争，随时都会上演一个突袭。英国智库也说了，俄罗斯现在正在暗中的协助解放军来训练，并且输送武器，为接下来的攻台来做好准备。到底川普会不会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出卖台湾呢？那俄罗斯是否在这当中来按住中国大陆？那么中共是否由演转战，突袭台海？这个剧本是否可能真的发生？杨老师又怎么看？我倒反而觉得，北京其实是要把台湾议题当成中美之间双方关系定调的主轴，他要看到美国到底你的政策态度是什么。美国川普政府现在反而有可能把台湾议题当作是筹码，而且不只是在中美关系上是当作筹码，他现在把台湾议题当成他要去拿下台湾晶片的一个筹码。这个卢特尼克他自己亲口讲的，他说看到中国一心一意要拿下台湾，那我现在另外想，美国一心一意想要拿下台湾的晶片，都有想法。其实这就是显现出现在在中美关系上面，马上他们要举行川习会，川普也有可能在明年年初的时候去访问中国，这就是一个时间点，在台湾议题上，北京要美国清楚的表态，有3种。其实以前都会说不支持台独，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这是美国的说法。不支持台独是主轴，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是副标题。但现在呢，川普2上来之后，就退到只是讲副标题，就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就不支持台独。如这个 Rubio 上来之后呢，美国的国务院就把那个网页的不支持台独的话给拿掉了。然后你再看到9月13号，从 AIT 到国务院在讲台湾地位未定，其实这就整个改变他对台湾政策的认定。至少从民进党这边接受到的讯息是，他支持民进党的台独论述，才会有徐国勇讲的没有台湾光复节。而他说没有台湾光复节的用意，就是因为台湾跟中国互不隶属，谁给他这么大的资助，让他这么大胆，作为民进党的秘书长这么直接的讲，这不就是台独宣誓吗？因为美国讲的支持台湾地位未定嘛，所以这个时候啊，你双方在川习会的时候之前，2个国防部长跟外交部长 Rubio 跟王毅通电话，董军跟赫塞斯通电话的时候都谈到台湾问题。可是9月19号的时候，川习通话却没有谈。我觉得他们有谈，但是呢，大概没有固定的内容，就等待也许接下来在川习会的时候啊，美国会表态。美国到底是会讲出回到不支持台独，还是说会希望《华尔街日报》所讲的反对台独？我觉得《华尔街日报》就是美国的国务院放出来的消息，也就表示说他们不会讲到这一步，但他可能回到会不支持台独。然后呢，这个为什么他会讲法律地位未定呢？
这就是川普的喜欢谈判的这个手腕，他先把这个情势筹码拉高，然后呢，好吧，那你不喜欢这样，我就回来我们原点，啊，那换言之，其实他一切占便宜，一切没改变嘛，所以这个时候哈，我反而觉得我们在台湾自己要了解，你要变成人家的代理战争的棋子，还是最后由中美来去决定台湾两岸的关系？两岸之间不是应该两岸共同一起来和平解决吗？这才是真正的方向。同时，我们要怎么样维持我们自己的台积电作为我们真正的这个细盾，以及我们的晶片思维在哪里？我们的晶片国安思维在哪里？当半导体产业都外移的时候，台湾的 GDP 还有那么高吗？台湾还有什么钱再去买武器呢？所以这些东西都显现出台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主导性应该是要这个凸显出来。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